黑海舰队的驻地快要被乌克兰打成筛子了。根据俄乌双方的消息，在8月4号的凌晨，乌军无人艇成功袭击了俄黑海舰队驻地新罗西斯克军港，现场枪声大作，爆炸声不断。在这次袭击中呢，俄军一艘4000吨级的登陆舰当场报废。那么以往航程短小的乌军无人艇是如何跨越几百公里的海面来到新罗西斯克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8月4号凌晨，乌军2艘海上无人艇企图袭击新罗西斯克的俄军海军基地，但被他们的守卫海军基地外围的俄罗斯船只发现并摧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表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媒体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很快就有乌克兰媒体反驳称，乌军已经在这次行动中成功袭击了俄军一艘4000吨级的登陆舰。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行动细节。在8月2号，乌军无人艇从尼古拉耶夫港出航，这是一艘装载有450公斤战斗部的 SBU 无人艇，其威力堪比重型鱼雷。2号夜间，这条无人艇悄悄滑入了漆黑的夜幕，随后经过大范围的复杂机动，在8月3号绕过了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的俄海军封锁区，在经过隐蔽航行数百公里后，在8月4号凌晨进入俄罗斯海军军港。在乌军公布的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艘无人艇突破了俄军的封锁线，并趁着夜色向一艘大型舰船疾驰而去。该艇呢在快速移动中还不忘调转船头，似乎是在对可能到来的炮火进行规避。但令人疑惑的是，视频中这艘舰船并未对无人艇的接近做出任何回应，就仿佛没有看到它一样，任由对方接近舰体，并且引发爆炸。这次袭击呢，也造成了俄军的奥列涅格尔斯基格尔尼亚克号大型登陆舰当场被废，已经无法作战了。舰艇上至少还有100名船员，目前伤亡未知。随后呢，社交媒体流出的画面中还有俄舰被击中后缓慢下沉的场景。从其下沉的方向来看呢，乌军的无人艇应该是命中了该登陆舰的中后部，使其只能以十分可怖的倾角勉强地漂浮在水上。俄军随后也对该舰展开了救援，但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视频中的俄罗斯派出拖轮对该舰进行前后拖曳，可见其已经完全丧失自航能力。该舰即便是被拖回港口，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呢，恐怕也难以参战了。这次袭击呢，最让俄军想不明白的是，一向航程短小的乌军无人艇是如何跨越600多公里的距离袭击俄罗斯本土港口的呢？毕竟此前的黑海舰队是以塞瓦斯托波尔为主要驻点，但是克里米亚多次遇袭也让俄罗斯考虑到驻地安全问题，所以呢，逐渐将作战舰艇撤离到了新罗西斯克。这里呢，有海军港口可以驻扎，而且还能拱卫刻赤海峡，必要时还可以支援比尔江斯克。本来这是一个优化方案，但是呢，在克里米亚大桥频繁遇袭的情况下，新罗西斯克也不安全了。而乌军无人艇的这次突袭显然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的，因为要袭击新罗西斯克需要绕过克里米亚半岛，路途遥远，任务艰巨程度甚至是比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还要困难。从 CNN 的报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袭击俄军港口的这款无人艇是乌克兰近期在土耳其防务展上展示的一款名为 MAGURA V5 的自杀式无人艇。这也是乌克兰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推出的第2型类似的装备了。该艇的长度大约在5米左右，外形呢为独木舟的造型，最大航程可以达800公里远，航速可以达80公里每小时，爆炸载重呢在300到450公斤之间。一旦大型战舰水线处被其击中，即使不会沉没，也将因重创而长时间失去作战能力。除了航程大幅度增加之外呢，该艇的价格也是一大优势。根据乌方公布的资料，这型无人艇的造价为1000万格里夫纳，仅相当于不到30万美元。这价格显然是低于鱼雷和反舰导弹的价格的。也正因为如此，乌军希望这型自杀式无人艇建造100艘，打造成自己的海上狼群。从外观上看，该艇表面油光水滑，制造的水平看起来相当的高，和乌克兰早期被爆的无人艇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期乌克兰无人艇看起来有点是像用铁皮手工敲打出来的一个样子，而现在这款无人艇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低可视度了，甚至是低可探测性的能力，在夜晚的海面中呢，很难被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俄军的那艘登陆舰直到最后也没能对乌军无人艇做出一个像样的拦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无人艇不仅仅是视觉信号很低，由于该艇的艇身离水线高度只有50厘米，使其雷达信号特征也经常与海面的杂波混杂在一起，再加上它的红外信号也不突出，可以说整个发现的难度是十分的大，可能用耳朵听都比用相关的仪器发现要更容易一些。这就造就了目前俄军拦截无人艇的难度加大，再加上无人艇的机动能力很强，俄军的舰炮很难拦截这些海上幽灵。该无人艇的出现呢，也是乌军武器性能的迭代，看得出来乌克兰相关研制部门也是十分用心的，在经历过初代无人艇的使用后，很快就根据相关弱点改进出了一款更加强大的产品。另外，由于早期乌克兰无人艇使用的是马斯克的星链进行数据传输，但是由于星链系统的相对不稳定，以及马斯克对乌克兰使用星链加以的一系列限制，现在已经换成了更加先进、更加稳定的卫星通讯系统，既可以传输信号，还可以同步的传输视频，可以说技术水平与档次提高了不止1星半点。接受采访的乌克兰人表示，这款无人艇是俄罗斯海军无法拦截的一种武器。而这一说法也有据可依，乌军承认，自从该无人艇发展以来，他们已经至少执行了3次大的任务。第一次呢是去年10月份对俄黑海舰队的指挥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袭击，以及今年7月份对克里米亚大桥桥墩的攻击，而最近的一次呢就是这次袭击俄登陆舰了。每一次任务都能够成功完成，也进一步证明了该无人艇的强大。不过，随着乌克兰无人艇的扬名，另一边的俄黑海舰队就更加难受了。奥列涅戈尔斯基格尔尼亚克号是俄军775型蟾蜍级登陆舰的第5号舰。该舰呢，在1974年6月进入苏联海军服役。此类舰船，苏联共建造了28艘，其中12艘775基本型和16艘775改进型。两型外表呢没有差别，主要是航电设备的改进。在如今俄罗斯海军力量孱弱的局面下，775型呢算是其2栖登陆的中坚力量了。因此，乌军的这次袭击也是对黑海舰队自莫斯科号沉没后的又一次重击。事实上，在莫斯科号沉没之前呢，别尔江斯克就曾经发生了乌军导弹突袭1171型奥尔斯克号大型登陆舰的事件。当时呢，在现场的一艘775型凯撒库尼科夫号是立刻逃离了港口。不过，黑海舰队后来证实，舰长亚历山大·齐尔瓦遇袭身亡，而凯撒库尼科夫号正是这一次被袭击的俄舰的同型舰，两者都是775型登陆舰。该级舰呢，可以携带登陆作战部队近200人，还能携带10辆水陆两栖作战坦克。除此之外呢，这一型登陆舰还可以装载500吨货物，可以对沿岸部队或友军提供物资补给。它采用了滚装设计，全通船舱，坦克和装甲车可以快速下船投入作战。该舰呢和1171型登陆舰也是俄海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关键装备。因此，奥列涅戈尔斯基格尔尼亚克号的遇袭也意味着俄军对乌克兰港口的威胁再度降低了。除此之外，乌克兰的这次袭击也被认为是乌军对俄罗斯黑海禁运令的反击。自从俄罗斯推出了黑海粮食协议后呢，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从7月20号起，把驶往乌克兰港口的所有船只都视为俄军的军事目标。而乌克兰国防部也在次日宣布，从2023年7月21号起，所有在黑海水域前往俄罗斯港口和被临时占领的乌克兰港口的所有船只都被视为军事目标。那么半个多月过去了，俄罗斯国防部只是把这一威胁停留在了书面上，而乌克兰国防部呢，则正在兑现警告。除了在8月4号凌晨无人艇重创俄军登陆舰之外呢，在当天夜晚11点20分，行驶在刻赤海峡的俄罗斯 SIG 号油轮也遭到了乌军无人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海洋和河流运输局表示，俄罗斯油轮 SIG 号在刻赤海峡以南被击中， SIG 发动机房区域的吃水线上出现了一个洞，可能是乌军的海上无人艇袭击造成的。目前油轮仍保持漂浮状态，但发动机舱受损严重，已经失去了动力。
目前，俄罗斯海上救援人员已经被派去进行救助。从战略角度来看呢，俄罗斯油轮是一个理想的袭击目标。由于油轮是军方使用，因此对这艘俄罗斯油轮的攻击符合交战规则。而在该油轮遇袭后呢，其他油轮再想进入俄罗斯港口，就要仔细掂量了。显然，乌克兰正在用实际行动表明，不是只有俄罗斯能在黑海建立封锁线，乌克兰也能在黑海封锁俄罗斯的港口和军舰、油轮、商船，这很公平。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宣称，未来乌军将继续发挥非对称作战优势，使用自杀式无人艇打击包括克里米亚黑海舰队舰船在内的重点目标，最终耗尽俄罗斯黑海舰队力量。未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乌克兰的无人艇进行不间断的迭代，而俄军呢，围绕着无人艇的攻防措施也会是接下去俄乌战争中的一个不小的看点。而这次攻击呢，也可能会进一步改写俄乌战局，双方未来的对抗有可能更加集中在无人机和无人艇的交锋上，谁在这方面抢占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战场的主导权。另外，乌克兰国内的粮食转运困境最近也有了新的突破。先前在俄军连续的导弹打击后，敖德萨港、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全部被摧毁，乌克兰的粮食没法从本土装船出口。虽然乌克兰的无人艇也及时向俄罗斯进行了反击，但在短时间内呢，却无法解决乌克兰的粮食问题。这时候，北约很快就为乌克兰找到了替补方案。既然乌克兰本土港口被炸了，那再找一个第三方国家的港口出口粮食不就行了吗？这个国家呢，就是罗马尼亚。从地理位置上，罗马尼亚位于乌克兰西部，与乌克兰相邻，用铁路就能连通两个国家，这为转运粮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一样，都是粮食出口国。在罗马尼亚境内呢，也有一座大型的粮食出口港，叫康斯坦察港，这是罗马尼亚最大的港口，基础设施很完善。乌克兰的粮食运抵康斯坦察港后，既可以储存在当地的粮库里，也可以直接装船运走。目前已经有4艘运粮船成功通过罗马尼亚驶出黑海。当然，对于此事呢，俄罗斯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俄黑海舰队立刻出动了2艘战舰、2架苏35战机进入罗马尼亚的海上防空识别区，试图监控拦截乌克兰的运粮船。但罗马尼亚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当即就联合土耳其出动了数架 F-16战机和军舰，为乌克兰运粮船提供武装护航。双方在黑海对峙，火药味十足，可是最终一枪未发，各自退去。毕竟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国，如果俄罗斯黑海舰队对罗马尼亚或者土耳其开火，就与北约直接发生了军事冲突。现在看来，莫斯科还没有这个胆量。而且呢，其实从实力来讲，俄黑海舰队还真的是打不过土耳其海军。这一点呢，也受到了俄军事专家的承认。原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早在去年夏天就曾经专门讨论在黑海区域俄罗斯的海军力量能否应对土耳其海军。结果在分析后发现，俄罗斯根本无法在黑海与土耳其进行较量。除此之外，土耳其还具有空中优势。土耳其空军装备了近240架 F-16，论综合实力，在黑海这片区域呢，摧毁俄黑海舰队是完全没问题的。这就是俄罗斯所面临的难题。主动对土耳其开火，俄军就要面临2线作战，一个乌克兰打了这么久都打不下来，再迎战土耳其，俄黑海贸易的海上生命线都会被切断。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极其吃亏的。这次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仗义出手，也意味着乌克兰是终于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运粮航线，俄罗斯的黑海封锁令自然就成为了一张废纸。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大家认为俄罗斯有办法应对乌克兰的无人艇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